最近，一段关于豆豆的最新视频再次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。和以前相比，大家第一眼就发现豆豆确实长大了一些，身高高了，脸型也发生了一些变化。时间没有停止，这个曾经活泼的小男孩也在一点一点长大。但是，当很多网友继续看下去的时候，却把注意力放到了另一个细节上。不少人留言说，豆豆的眼神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有神了，也有人觉得他看起来没有以前那么活泼。当然，这些都是网友根据视频画面的个人感受，并不能仅凭一段视频判断孩子的真实心理状态。但这些讨论也反映出大家对豆豆近况的持续关注。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感觉？视频里的豆豆大多数时候比较安静，没有特别夸张的表情，也没有一直蹦蹦跳跳。于是，一部分网友便认为他的眼神看起来有一点发呆，甚至有人形容像是在想事情。不过，也有网友提醒，不能因为一个镜头就下结论，孩子可能只是刚好没有面对镜头，或者当天状态比较安静。因此，我们需要保持客观。一段几十秒的视频，并不足以判断一个孩子的性格、心理状态或成长情况，而大家真正担心的，其实不是眼神。如果仔细看评论区，会发现很多网友讨论眼神的时候，真正担心的并不是眼神本身，而是豆豆现在所面对的成长环境。因为目前来看，豆豆主要生活在坦桑尼亚。对于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来说，新的环境意味着很多新的挑战，例如新的语言、新的生活方式、新的文化环境、新的社交关系，这些变化都需要时间去适应。3. 语言环境的变化。很多网友最担心的一点就是语言。孩子学习语言最快的时期就是幼年阶段，如果成长环境发生变化，接触的语言也会发生变化。对于跨国家庭来说，这其实是很常见的问题。孩子可能需要同时接触不同语言，如果安排得当，双语甚至多语成长也是一种优势。但如果缺乏稳定的学习和交流环境，也可能增加适应难度。因此，网友才会关注豆豆目前是否有稳定的学习环境，是否能够持续接受教育，这些都是大家关心的话题。4. 文化环境的变化。除了语言之外，文化环境也是网友讨论较多的话题。过去，豆豆曾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，如今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，饮食、节日、生活方式、朋友都会有所不同。对于成年人来说，这需要时间适应；对于孩子来说，同样如此。不过，很多跨国家庭的孩子也能够逐渐适应两种文化，关键在于是否拥有稳定、安全、充满关爱的成长环境。5. 网友为什么总希望豆豆回中国？评论区中仍然有很多人留言，希望豆豆能够回中国看看。这种期待更多是一种情感表达，因为不少网友一路关注着豆豆成长，对他产生了感情，希望他能与更多家人团聚。但是否回国、何时回国，涉及家庭安排、法律程序以及现实条件，并不是网友能够决定的。因此，目前更重要的是关注孩子是否健康，是否得到良好的照顾，而不是仅凭猜测下结论。6. 成长中的孩子需要更多陪伴。很多儿童发展研究都认为，孩子成长过程中，稳定的陪伴非常重要。这种陪伴不仅来自父母，也可以来自祖父母、亲友、老师等值得信赖的照顾者。真正影响孩子成长的，不只是生活在哪个国家，而是有没有安全感，有没有稳定的生活节奏，有没有人耐心倾听和回应。这些因素比单纯的地理位置更加重要。7. 视频只能看到一小部分。互联网时代，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内容都只是生活中的一个片段，几十秒的视频并不能完整反映一个家庭每天的真实状态。所以，无论是认为豆豆很开心，还是认为他状态不好，都应该保持谨慎，不能因为一个表情就对孩子的整体成长下定论。8. 网友的心疼来自长期关注。为什么每一次关于豆豆的视频都会引起这么多讨论？因为很多网友已经关注他很长时间了，大家见证过他的笑容，也见证过他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因此每一次更新，大家都会格外留意。这种关注本质上是一种希望，希望孩子能够平安、健康、快乐地长大。9. 希望未来有更多积极的消息。比起不断猜测，大家其实更期待看到的是豆豆开心的玩耍、健康的成长，拥有稳定的学习和生活。无论是在坦桑尼亚
还是未来有机会回到中国与家人团聚。这些积极的画面才是大家真正愿意看到的。是结语。从最新的视频来看，豆豆确实又长大了一些。成长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，但与此同时，也让更多人继续关注他的生活状态。对于网友来说，这份关注或许会带着担忧，也会带着期待。不过，我们也应该理性看待网络上的短视频，不因为一个画面就轻易下结论。真正值得祝福的是，希望这个孩子无论身处哪里，都能拥有健康、安全、充满关爱的成长环境。也希望未来的某一天，大家能够看到更多关于豆豆积极、快乐、充满活力的画面，而不是只通过短短几十秒的视频去猜测他的生活。